大家好，欢迎来到邱敏杰的频道，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观看我的影片，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我们现在人在新竹市，我们今天要骑到277自转车高雄店，那我们就出发吧 ，Fighting！ 出师不利啊，遇到爆胎，出发不到10公里，在风情海岸附近爆胎。哎，墨菲定律啊！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们看看是哪里爆胎啊？哎，烦了。如果大家觉得平常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如果觉得自己有时候很狼狈，那就来看看现在的我吧。现在的我，那才是真正的狼狈不堪。要骑300公里到277自转车高雄店，才刚出发骑不到10公里就爆胎，在路边顾路。趁我在换胎的空档，我先播放一段 VCR 长距离骑乘的事前准备。我们准备要出远门，要从新竹市骑到277自转车高雄店，位于高雄市的凤山区。那要出远门骑脚踏车，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没有补给车的话，我们最推荐的方式就是先把行李寄到目的地。那你到了目的地才可以马上换装，才不会这么狼狈。那我跟各位分享，我要寄一些什么行李？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是吸车带，搭高铁要用。然后还有这个东西是把链条挂住的，类似一个贯通轴啊，假装有一个轮子跟飞轮把链条挂住，才不会晃来晃去。然后还有2个50元硬币，这50元硬币是要塞在卡钳里面用，防止卡钳夹住。个人的衣服 ，PNS 的衣服跟 PNS 的裤子，然后 PNS 的风衣跟 PNS 的帽子 ，PNS 的袜子 ，PNS 的鞋子。那当然还有一个背包，空的背包。 到时候比较好移动。这些呢，弄完之后，最重要的是还有这张卡片。这张卡片呢，地址是感觉，收件人叫永远。为什么？因为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收件人叫永远。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收件人叫永远。 把这些全部东西都想办法塞进到这个箱子里面。7-Eleven 规定的箱子的大小是最长不能超过45公分，然后长宽高加起来总和要小于105公分。这个箱子有符合体积的限制，然后总重量不能超过5公斤。所以现在要把全部东西，包含这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收件人叫永远的卡片，塞到这个箱子里面。好，我们把全部东西塞到这个箱子里面了，加这个盖子，把它封箱，体积、重量都有合乎规定。寄到凤尾门市，寄给我干单。我们顺利寄出。那如果万一出了一点 trouble， 没有骑到怎么办？小七有这个服务，退回来的服务。希望顺利。卡片已经寄出了，接下来我就要骑到277自转车高雄店附近的 7-Eleven 凤尾门市去收下这张卡片。这个洞，这个洞在这边。这个洞在这边，那外胎的洞在哪里呢？你看到洞啊？ 有没有可能是假爆？哎，胡搞瞎搞哦，搞了快半小时，不确定会不会再爆呢？啊，可怜啊，可怜啊！所以我不敢肯定它为什么会爆，因为它就有个小洞，可是外胎上就没有东西啊，我怎么知道？只能闭着眼睛的啦，只能天黑请闭眼。 我在你身边。那这个内胎也不要丢掉，到时候如果再爆，不幸再爆一次的话，我可以用内胎补胎片，我还要带内胎补胎片，防止它继续再爆。哎，这个内胎换这么久，真的是不及格。墨菲定律就是说，太久没爆胎，就是一定会爆胎。那我们继续出发吧。哎。 希望顺利的，拜托一下。后龙坡，大名鼎鼎的后龙坡，整段西滨就只有后龙坡的爬坡比较长一点。这边如果自己一个人骑，就顺顺骑就好了，没必要把自己拉爆。我们现在人到通霄火车站，早上7点，骑了50公里。刚才出师不利遇到爆胎嘛，所以换掉的内胎在这边，它破了个小洞。我一再强调，破掉的内胎也要留着。 因为我还有这个是内胎补胎片，如果这边再破一次的话，我这个内胎补胎片贴上这个破掉的内胎，还是可以挡一下。现在我换了内胎之后，打完气之后 ，fighting 之后很饱，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它这个明明有洞，可是我外胎看不出来。这个我把它列为台湾第4大悬案。台湾有3大悬案哦，跟各位分享：刘邦有命案、宛如命案、尹清风命案，这3大悬案。所以我这个今天内胎爆胎找不出原因，也列为第4大悬案。 然后台湾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悬案哦，这我都有研究。彰化母女失踪案，包含国际的一些悬案，我也是略懂。太闲了，不好意思。马航 MH370飞机失踪案，
这个有空我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好，我们现在在通宵了，那赶快赶路一下，快点！刚好有人在卖鱼，我们看一下。送我卖给这是什么鱼啊？啊，那我这样，刚好在卖鱼啊。我们这个卖鱼跟脚踏车有关系，因为温吉哥就是卖鱼长大的，卖鱼哥。2000块，安尼一个5啊2000块，对啊，北也是资金实力很强哦。这带2500，哇！啊，这什么鱼啊？牛尾啊，牛尾，牛尾哦，那个煮汤，煮汤很好吃，是不是？手术的什么都可以。啊，这个红鱼是要安怎煮红鱼3杯？3杯哦，刚好食，就好食。刚有吧？这细只有哦。红鱼中吧，比目鱼要安怎煮？干煎或者清蒸。哦，大哥谢谢。我们看了卖鱼完毕，继续赶路。Bad news， 坏消息。看后面那个风车，后面那个风车朝我们要骑的方向转，那这什么意思 ？Headwind 逆风啊，夏天吹南风是基本动作。不过好消息是这个风没有算很大，还可以接受。希望晚一点这个 Headwind 不会越来越大。过了中彰大桥就是彰化了，这个中彰大桥太窄啊 ，too narrow。公路局局长，这个太窄。这很危险，大车很多。我们过了中彰大桥之后，就会到彰化、中华，然后预计在鹿港休息一下。快点！我们骑到，假如您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您是否看见我的爹娘？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鹿港小镇的天后宫，鹿港我习惯走这边，这是最近的路，我不要走外环，外环觉得比较远。只是这边周末会比较多的，周末会按东印。好，我们赶快去福兴的 7-Eleven 休息。7-Eleven 管新门市。真正高兴的见到你。我们要来到 7-Eleven 管新门市，本频道的好朋友，这个水管 7-Eleven 管新门市的老板，谢谢你，很大方。他这个水管没有锁，他明明可以锁，他没有锁，就让我们一直玩这个水管啊，太热了。才9点就这么热了，在 7-Eleven 管新门市表演狗喝水已经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夏天有这个水龙头可以冲凉，差很多，降温很多。这我跟团团学的。你看团团茂哥哦，他们在比三铁比赛，他们经过补给站跑步的时候一定降温，适时的让身体降温很重要，会降低爆掉的几率，或把热爆的时长往后延。我们现在在 7-Eleven 管新门市补给，我推荐一个方法，当然我们要用我最爱的碳水炸弹，把它剪开倒下去，然后因为是夏天要多喝椰子水，很好，这个是谢生燕教我的嘛，因为椰子水是等渗透压，所以椰子水是最好吸收的，夏天喝椰子水降低中暑的几率。一样，我们把它客家话叫统爱，这个 IF 的椰子水不错，便宜哦，100有找。夏天看起来补给要用椰子水，身体才能吸收啊，不然你身体没办法吸收，你喝再多都没有用啊。好，刚刚好，舔一舔，谁爱？现在快10点，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就往前进。那等一下我离开前再买个冰块，等一下是最难熬的时候，绝对是 hell。我们准备出发，继续烤肉。秘密武器，冰块，而且冰块是要最后再买，你不要先买，买了融化了。再一下。准备烤肉 ，fighting！ 前面出车祸，等红灯，完全没有遮蔽物，34度啊，126公里，这时候只能走1公里算1公里了。现在我的战术就是每5公里喝一口水，鼓励一下自己，就是只能5公里往前推进。多骑5公里算5公里，不能想太远，只能想办法先熬过这一段最热的这一段路。我们现在人在王宫吧，这边有花生田，花生田是长这样，它花生是插在里面的。刚好有遇到水稻田在灌溉，哇，这个井水在这么热的天气骑脚踏车，在老一辈的人眼里其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因为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中，他们应该是看过很多人热死，以前人夏天工作。中暑啊，热衰竭，就在田里面热死，所以老一辈的绝对是不行接受在这么热的天气骑脚踏车，大逆不道，热比较容易出问题，有危险。
很少人听到冷死的啊，平地很难失温呐，很难啦，除非下雨，很极端的天候。啊，热是真的是蛮容易有危险的。没事情，继续走，fighting！哦，这个真的在打气哦，打气 ，fighting！ 可能是在关那个氧气啊。12点整，套中岛159公里。我用的诀窍，现在就是说到了160公里之后，喝口水，奖励一下自己。离布袋大概还有50公里。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穷死不拉管，20不拉卷。这拉钢卷的车子，就是拉钢卷是最危险的，因为它那个会卷嘛，会移动。你一刹车有可能往前移，就会有可能压到货车的车子。而且现在那个钢卷可能很热，可能不能摸。那你转过来也不行，因为你转过来一转弯会压到路人，更危险。你先一刹车，它有可能往前嘛，那你转过来一刹车会弄到路边来，那更惨。那你整个翻过来直立，它会伤害钢卷，也不行。所以怎么弄只能这样。有一个更安全的做法是，它要有一个凹槽的。可是有一个凹槽的，那也是成本问题。有一个凹槽，那成本你那个凹槽的就只能拉钢卷用。穷死不拉管，20不拉卷。就是拉钢卷是最危险的哦，这是拉管，这是穷死不拉管，因为你刹车那个管也可能往前冲，管的危险度相较卷低一点点。反正开这种拉钢卷的应该是不能紧急刹车，紧急刹车太往前面，因为那钢卷很重啊，你那个绑再紧，那个绑的叫布活，你绑再多也没有用，那钢卷这么重。布袋市区到了，我们这边不要修好了。将军还有25公里，看可不可以撑到将军再修，因为你休息再启动更累。那好不容易现在已经热习惯了，就给它热到底。这有个养生馆呢，粤式洗头，每小时700元，24小时营业了。粤美养生馆在这个茶的魔术隔壁，我自己洗头就好了啦。Jason， 我们Jason一下，今天拢了一整天，从新竹骑到台南，终于看到脚踏车车友，我们来跟他们拉一下比赛。两个 ，Bro， Hi. Where are you going? Tainan. 台南 And then around the island. Around the island.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aiwan?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What's different compared to Very hard. Where are you from? Germany? Hey, what's your name? Fabian. Fabian, and you? Detail. And you just friend? 我们现在人在黄金海岸，基本上这边就是高雄了啦。嘎点啊，茄店附近。来这边要 be careful。平常像我们这种很爱把脚踏车加在汽车上面的，看到这种都要 be careful。这限高1.9公尺就千万不要进去冒那个风险。看到这种东西限高的3公尺以下的都不要去啦，3公尺以上才去啊。黄金海岸嘎点啊，应该天黑前可以到277自转车高雄店。要放婚教，几分钟放一只？一摆放几只？2只啊？放100几度？这就是放婚教，放鸽子，要飞了，要放了，放2只，哦，放婚教。以下片段开放截取影片，并且 po IG 限动 ，tag 您那些很爱放鸽子的朋友们，跟他们说，这就是真正的放鸽子，放婚教。真高兴的见到你。我们风尘仆仆，终于来到了277自转车高雄店。那阿青店长，因为我爆胎了，我用这个气瓶嘛，以你的机械知识，这个气是不是要换过？基本上我们的打气瓶这种，或是我们的打气筒，就是那种手打式的打气筒，我们都把它当成是应急用。你可以骑到一个可以打气的地方，把气给充饱。那阿青店长，我有点卑微的要求，来277自转车高雄店可以帮我换气吗？当然 Specialized 的打气筒。Specialized 我们有2种颜色的打气筒，把黄色的当成是轻齿比，它可以很轻快的达到很高压。那你就把橘色当成是重齿比，很有效率，但它压起来会比较重一些。所以我们可以因个人的需求下去挑选你适合的打气筒。建议就是你不管用 CO2 气瓶打完之后，一定要再把气给打饱。你习惯打多少胎压？90就好。等一下。是，看起来阿青店长没有在看我的片子，对不对？哎，打气梗是我频道一个很重要的梗，我再复习一下。好，来，加油加油，fighting！
这是你的打气，我回去会打气啊！会复习一下。Fighting！ 好，谢谢阿金店长。那个 Specialized 打气筒好用 ，Specialized 坐垫是有推荐哪一款？因为我现在做的好像就是 Specialized 坐垫。对啊，我们其实最热销的坐垫就是我们的 Power 系列。Power 系列。对，那 Power 系列它短板，然后两侧较宽，所以你很好去找到乘坐甜蜜点。然后再因每个人的坐骨的，它会有分不同的尺寸，它有分143跟155，甚至是到168的。我们会有坐骨量测的机器，我们可以去量测我们适合的坐骨宽，挑选你适合的尺寸。这边都有，甚至是我们还有4层坐垫。你不知道这张坐垫好不好坐，我们就是4层，我们会有4层的坐垫，那好坐再买。我们4层时间就是1周，我们只要压2500的押金加一张证件。你可以带回去试坐1个礼拜。我现在就在做 Special 坐垫，很好做。我觉得这个4层坐垫很棒，因为我们知道买坐垫，你做了锁了就不能退换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坐垫，只有最适合自己。没错。好，那我们277自转车高雄店，我们期待下次再来开箱新店。那我要去搭高铁了，我要先去收我的行李。好，在那个凤文门市。我记得下次透点要再来。好，再邀请我来。欢迎。最后一起来 fighting！ 我们来到 7-Eleven 凤文门市领东西，我们东西领到在这边。我们换装完毕，又是帅哥一枚，全身 PNS 哦，全身哦。最重要的这张卡片缺了，有寄到，地址是感觉收件人叫永远。那我们看一下卡片里面的内容：您的笑脸，祝福，我的名字乘100。所以这整句话来说呢，是画您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100遍。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100遍，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松山头上这顶2手用过的 PNS 帽子，送给本部影片第1位留言的观众。如果他不要，就改送给本部影片第2位留言的观众，以此类推，直到送出为止。等下去搭火车，先从凤山火车站搭到高铁左营站，然后我就搭高铁回新竹了。单车一日生活圈，新竹到高雄，然后再从高雄搭车回去。我们就是吃饱太闲。我们就在这边打包脚踏车。总结一下长距离骑乘的重点：先把行李寄到目的地附近的 7-Eleven， 要注意 7-Eleven 寄送行李体积跟重量的限制。夏天骑脚踏车要定时往头上淋水降温，要喝碳水炸弹加椰子水补充热量跟水分。每5公里为1个单位，在脚踏车上喝口水、喘口气、伸展一下。如果路上有遇到爆胎，事后要找机会把轮胎内的气换掉，并且打保气。剩下的就交给意志力，一步一脚印的慢慢踩，总是可以骑到目的地。它这个就是可以固定住的，然后确认一下。这个50块硬币可不可以放进这个卡钳里面？啊，进去了，搞定，脚踏车 pack 好，打包完成。那我们就去搭高铁吧。高铁是放最后面一个，放完我们就可以安心回新竹了。新竹见。搞定，接下来搭去新竹火车站。50块，50块的槟榔加上小米酒，11点08分。在新竹火车站把脚踏车租好，我们骑回家吧。新竹高雄1日单车生活圈完成。影片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见，拜拜。